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一个年轻演员的突然离世，本来应该只是娱乐圈的悲剧，却在几天之内引爆全网。奇怪的是，还没等真相厘清，微博、小红书、短视频平台上所有相关讨论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，热搜榜直接被洗白，八卦账号集体晋升。谁在背后按下了风口键？答案指向了一个名字：蔡奇。因为就在9月22号，主管部门抛出一纸史上最严八卦整治令，名义上是净化网络环境，但时间点太敏感，既踩在这起突发事件发酵的最高峰，又恰好压在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夜。这场全网清洗到底是为了秩序还是为了政治？蔡奇是在替谁灭火，还是他自己也卷进了更大的风暴？9月22号，中共中央网信办通过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，宣称为整治恶意挑动对立、宣扬暴力戾气等所谓负面情绪，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。官方表态，此次行动覆盖社交、短视频、直播等平台，排查话题、榜单、推荐、弹幕、评论等环节，重点打压挑动群体对立情绪、宣扬恐慌焦虑、网络戾气及渲染消极悲观等言论。行动要求各地网信部门严格排查，处罚所谓问题突出的平台账号，并放话鼓励网民相互举报所谓的负面情绪。官方宣称，目的在于打造他们眼中的合乎规范的网络环境。这一举措迅速引发舆论热议，但背后浮现出的是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紧密相关的政治影子。香港南华早报2024年3月28号报道，多名消息人士透露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已接任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。尽管北京当局尚未正式公布这一任命，但据称，蔡奇自去年上半年起就已实际掌管该委员会，这意味着蔡奇在网络舆论、信息管理和话语权方面拥有直接的操作空间和影响力。结合9月22号中共中央网信办发布的清理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，外界普遍认为，这次全国范围的明星八卦禁令背后，很可能是蔡奇在幕后推动和设计。此次行动覆盖包括微博、快手、小红书等主要社交平台，几乎在短时间内让娱乐圈相关热搜话题消失殆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场网络整治行动恰逢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夜。官方语言虽强调营造文明理性网络环境，但分析人士指出，其背后可能暗含政治信号。一方面显示蔡奇掌控信息话语权的能力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政治局内部权力博弈与布局的微妙变化，使人不免联想到此次行动与高层政治较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2025年9月11号，年轻演员于朦胧在北京一居民小区发生意外离世，警方迅速排除刑事案件，但网络上大量细节外泄，引发公众广泛质疑。事件的复杂程度与参与人员使舆论直指高层内幕。爆料将事件与导演辛奇联系起来，据称辛奇是蔡奇的私生子，这使得案件敏感度急剧上升。舆论甚至认为蔡奇家族乃至习家族可能牵涉其中，于朦胧案烧到蔡奇头上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传播。外界担忧，这不仅是娱乐圈的事件，更可能成为高层政治博弈的导火索。随着舆论持续发酵，百姓要真相之际，蔡奇出重手，中共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祭出史无前例的明星八卦禁令，对微博、小红书、快手等平台进行约谈。责令整改与公关警告。9月17号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，蔡奇出席并发表讲话。他强调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，
增强4个意识，坚定4个自信，做到2个维护。但不少观察者注意到，他的言辞略显诡异，语气夸张而机械，反复强调忠诚与服从，仿佛每句话都在刻意表演。随后，蔡奇在大阅兵总结会上代表中共党魁习近平发言，言辞依旧肉麻，引发网民炮轰。有网友评论他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是首席大太监，也有人调侃其拍马屁，绞尽脑汁。历史对比显示，高调表忠往往伴随风险。外界指出，如果习近平逝世，蔡奇可能成为首当其冲的政治牺牲品，其命运或重演10年前令计划的结局。令计划之子令谷车祸事件曾引发中办高层震荡，最终迫使胡锦涛牺牲令计划，为习近平顺利接班扫清障碍。在此背景下，蔡奇近期一系列动作，从实际掌控中共网信办、推动清朗行动，到面对娱乐圈血案出手封锁舆论，不仅是权力操作，更是自我保全的策略。历史与现实交织，政治忠诚与风险并存。每一次高调表演和舆论动作，都可能成为中共四中全会前夜的风向标。蔡奇之所以能冒升政治局常委，是因为他无条件执行习近平命令。在2017年，他主导清理北京低端人口行动，直言真刀真枪，刺刀见红，敢为习承担风险。这场行动中，数以万计的流动人口、低收入者、街头小商贩和从事低端服务业的劳动者被迫迁离，生活被彻底打乱。街头铺天盖地的公告、突袭行动、强制搬迁和拘留，让普通百姓几乎无从发声。而蔡奇的狠毒不仅体现在对低层百姓的残酷手段上，更表现在他对公众求真相行为的压制。今年9月，于朦胧事件发酵后，网络上一片质疑声。流出的视频显示，受害者可能掌握娱乐圈敏感信息，但舆论很快被封杀。蔡奇被传掌控中央网信办，这意味着他在信息管控、舆论导向、网络封杀中拥有实权。网信办此次发布的专项行动，表面上是文明网络建设，实际上是对敏感信息的预防性封锁，是他在政治布局中的核心操作手段。通过这一行动，他既回应了娱乐圈血案，又向政治局传递信号。他不仅能管控百姓，也能掌握信息权、话语权和舆论导向。一方面，对百姓求生与求真相的权利施以压制；另一方面，在权力博弈中高调表忠，展现绝对服从核心政权。他在基层百姓和公众舆论面前的恶毒，与在高层面前的谄媚形成鲜明对比，使其成为中共四中全会前夕最值得关注的政治变数之一。回顾过去，中共在面对社会突发事件或民间质疑时，常采取高压维稳手段。从铁链女事件、唐山烧烤悲剧到胡鑫宇案件，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暴力手段、信息封锁和舆论引导来掩盖真相。公众的质疑往往被系统性压制，而媒体与网络话语权被严格操控，确保不触及高层敏感利益。此次中央网信办开展的清朗行动，官方表述为政治恶意挑动对立，宣扬恐慌焦虑、网络暴力戾气和过度渲染消极情绪，延续了这一历史惯例。然而，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蔡奇疑似实际掌控网信办，使消息封杀不再仅仅是社会管理手段，而直接成为政治博弈的一部分。于朦胧案中涉及的新奇传闻，以及四中全会前夜的权力布局，使得娱乐圈事件与政治敏感信息紧密交织。网民对事件的追问、社交媒体爆料的扩散，都可能触及高层内部的敏感神经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网络封杀不仅是控制舆论，更是一种高层权力展示手段。整个事件形成了复杂的权力信息网格，娱乐事件成为政治信号的载体，网络话语权被用于掩盖或引导舆论，高层权力博弈与公众情绪互动交错。这种局面凸显了中共政治周期的规律，表面平稳背后，信息与权力密不可分。
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高层悬疑与政治敏感。随着蔡奇高调出手镇压舆论，网信办祭出史上最严明星八卦禁令，勇梦龙案和新奇传闻被迅速压制，但真相并未完全消失，权力的博弈已经超越娱乐圈。中共四中全会前夜，幕后真相仍在暗处等待被揭开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